欢迎来到本次的深度解析。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资讯。没错，今天这叠资料的对比感实在太强烈了。对，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交叉口，你知道吗？一方面，我们早上刚收到海量来自巴塞隆纳 MWC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的最新发布。包含高通、LG 还有荣耀这些巨头。对，他们都在疯狂推动一个就是极度顺畅，然后超级聪明的未来。但另一方面，没错，就在今天2026年3月2日，我们同时面对着震撼全球市场与地缘政治的重大突发危机。确实，这两股力量的拉扯非常戏剧化。你摊开今天的资料，就会发现科技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试图抹平实体世界的障碍，推动一个完全由 AI 主导、无缝互联的6G 时代。对，但这硬币的另一面，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却正在快速碎片化，实体的国境边界、关键航线还有供应链，正因为地缘冲突而面临封锁。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为你进行这场深度解析。因为不管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什么手机，你开什么车，或者你正在规划的跨国投资与差旅，其实都无可避免的被这两股极度融合与极度割裂的力量反复拉扯。没错，那我们就先从巴塞罗那传来的科技蓝图开始吧。我知道很多人才刚觉得 5G 够用嘛，对，大家都还在适应。结果高通在这次 MWC 展场上，具体来说是展位310，他们直接丢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6G 商用时间表。他们喊出了2029年。对，2029年，而且预计2028年就会端出商用前的网络和设备了。这里最迷人的是，这个时间表比业界普遍预期的还要早很多。而且你看，高通拉起的这个全球联盟，阵容超庞大。对，它不是几个电信商自己关起门来开会，这是一个涵盖了设备端、网络端到云端基础设施的战略生态系。有 Google、Amazon、微软、Meta 这些云端巨头。没错，电信端则拉拢了印度的 Jio 和 Airtel， 甚至还有越南的 FPT。不过我立刻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Vodafone Idea 似乎缺席了。对，这是个很重要的点。如果高通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6G 标准，少了一些关键的传统电线商，这难道不是一个隐患吗？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Vodafone Idea 的缺席确实暗示了各方在标准制定上还有角力。但高通之所以敢这么强势的推进，是因为他们对6G 的定义有了根本上的改变。怎么说？6G 跟5G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从零开始设计的 AI 原生系统，也就是 AI Densive。过去我们是建好了一条高速公路，然后把 AI 像车子一样放上去跑。了解。但6G 是打从底层架构开始，整条高速公路就是用 AI 打造的。所以这不只是让网络速度变得更快而已。远远不止。高通的6G 蓝图有3大支柱：超高效能连接、广域感测，还有分散式运算。广域感测，这个听起来很科幻。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大量依赖云端无线接取网络，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Cloud RAN。停一下，为了让大家更有概念， Cloud RAN 基本上就是把以前绑在实体基地台下面那些笨重的硬体大脑，直接搬到云端伺服器里运作，对吧？没错。所以未来如果网络需要调教，就不需要工程师开着工程车去荒郊野外爬电线杆了。正确。加上网络自主性的导入，未来的网络能及时自我学习，感知周遭的物理环境，并自动分配频宽。哇！高通 CEO Cristiano Amon 这是讲得很明白，6G 会把传统的网络供应商彻底转变成 AI 驱动的企业，基础设施本身就具备智慧。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要支撑这种科幻等级的网络，你手边的硬体必须超前部署。当我们许多人连 WiFi 7的路由器都还没买的时候，很多人家里还是 WiFi 6。对呀，高通已经发表了第一款为 WiFi 8准备的晶片，就是 Fast Connect 8800
而且还有全新的第5代5G AI 数据机 X105。这2颗晶片背后的规格非常有看头。我们先看 Fast Connect 8800，它采用6奈米制程。最夸张的是，它的峰值速度直接比上一代 Wi-Fi 7翻倍，整整拉长了3倍。等等，距离延长3倍，在实际生活上的意义，难道是我们终于可以把家里那些占空间的 Mesh 网状路由器还有讯号延伸器全丢了？基本上是的。过去高频宽的致命伤就是穿墙能力极差，距离极短。没错，走到房间角落就没讯号。Wi-Fi 8就是试图从硬体底层解决这个物理痛点。同时，这个晶片也支援了最新的蓝牙 7.0 和蓝牙 HDWT， 也就是高资料吞吐量。这个有什么差别？它把资料传输上限从过去的2 Mbps 一口气暴增到7.5 Mbps。哇，这等于是直接打通了无线音讯的任督二脉啊！我们终于可以透过无线耳机听到真正无损的顶级音质，或者是戴上不需要接线的 AR 智慧眼镜了。对，这对终端设备的设计会有巨大的影响吧？绝对会。这就连接到你刚刚提到的 X105 数据机。这颗数据机的功耗降低了30%，体积缩小了15%。15%听起来好像不多。在寸土寸金的手机主机板上，这代表品牌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塞进更大的电池，或者把手机做得更薄。你看这一次中国品牌荣耀在展场上推出的折叠手机 Magic V6， 对，他们搭载最新的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处理器，厚度居然压缩到了只有 8.75毫米。非常薄。荣耀这一次在硬体形态上的尝试真的蛮疯狂的，他们还展示了一台机器人手机，配备了可以伸缩、自动追踪移动物体的镜头，甚至还预告了能帮忙购物的人形机器人。是。不过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像噱头。如果从表面的行销来看，荣耀目前在中国市占率大约13%，但在欧洲只有3%。他们确实需要这种极端的话题性产品来刷存在感，吸引眼球吗？对。但如果你往深一层想，为什么 AI 会迫使硬体形态改变？为什么？因为如果6G 的核心是广域感测，那么 AI 就必须要能看见并感知物理环境。一块静静躺在桌上的玻璃平板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有道理。边缘设备需要机动性，需要眼睛。荣耀的这些尝试其实是在暗示传统智慧型手机形态的终结。这个洞察很有意思。AI 需要长出感官，没错。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蓝图来看，手机或机器人只是一小部分。这些强大的 AI 晶片和 6G 网络，最大也最烧钱的应用场景，其实在马路上。汽车产业。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AOG Electronics 这次居然以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首次参加了 MWC 这个通讯大展。是的 ，LG 为什么要来？因为根据 Tech Insights 的资料 ，LG 在2025年已经悄悄拿下了全球车载资通讯市场23%的龙头宝座。23%很高诶。对，现在他们的野心更大了，他们要推动汽车产业从软体定义汽车进阶到 AI 定义汽车。也就是 AI 定义汽车，我们来把它具体化一下。AOG 这次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次世代智慧车载资通讯解决方案。简单来说，他们把汽车的车载通讯控制单位，也就是 TCU 和天线整合成了一个单一模组。没错。这在实体设计上最直观的改变就是，你车顶上那个凸起来的鲨鱼鳍天线以后就不需要了，洗车的时候也不用怕弄坏了。外观流线只是附加价值了。这个单一模组能同时处理 5G、GPS、卫星通讯，还有 V2X 讯号。V2X 就是车联网。对，让你的车可以及时跟红绿灯或者隔壁车道的车辆对话。过去这些感测器散布在车体各处，需要错综复杂的实体线束去连接，很占空间又很重。LG 把它整合后，不仅大幅减轻了车重，这对电动车的续航力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连接点之间的讯号衰减。这点很重要。当未来的自动驾驶需要毫秒级的反应速度时，这点讯号损耗就是生与死的差别。硬体架构精简了，软体大脑当然也要跟上。
LG 还推出了 AlphaWare 软体套件，里面包含了 VisionWare。对，这个系统能透过 AI 演算法及时分析驾驶和乘客的行为，预防事故。还有 MetaWare 能利用 AR 或 MR 提供沉浸式体验。是的， I 终端，没错，这就是科技巨头们在巴塞隆纳为我们画出的一张非常完美、零延迟的未来蓝图。但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巨大矛盾。当我们还沉浸在巴塞隆纳描绘的无国界科技乌托邦时，今天的现实世界却硬生生地给我们上了一课。是的，我们现在要把视角拉回今天，也就是2026年3月2日发生的突发新闻。我要在这边先向听众说明，我们接下来会客观且冷静地检视这些刚出炉的全球地缘冲突事实。没错。我们只是传达原始资料中的报道，不为任何观点背书，不选边站，因为这些事件对我们刚刚聊的那些科技蓝图有着直接的杀伤力。根据今天最新的国际新闻报道，中东地区爆发了重大的军事冲突，美以两国对伊朗发动了联合空袭，情况蛮严重的。据报这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上身。作为回应，中国外交部已经发出强烈谴责，认为这严重侵犯了伊朗的主权，并呼吁立即停火，以维持地区稳定。这种等级的地缘震荡，市场的反应绝对是及时且剧烈的。没错，中东股市在开盘首日立刻全面重挫，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欧曼和巴林等地指数皆大幅下跌。但对全球实体经济冲击最大的是伊朗革命卫队报复性的关闭了赫摩斯海峡，这条水道掌控着全球极高比例的能源运输。海峡被封锁，这对刚从之前几波供应链危机喘过气来的全球航运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确实，这导致各大航运公司被迫暂停该区域的船只通行，运输成本立刻飙升。油价呢？在能源市场，即便 OPEC 最近才刚宣布增产，但交易员预期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将无视这些措施，直接飙破每桶$80。这立刻引发了一个连锁反应。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花了很大篇幅讨论的 LG 和高通的晶片吗？当然 LG、三星这些科技巨头的总部都在韩国，而韩国是一个极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没错，当原油价格飙涨，海运受阻，这些推动6G 和 AIV 发展的企业，立刻就会面临制造成本暴增和供应链断裂的危机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在期待2029年的 AI 原生网络前，这些晶片得先有办法顺利生产，并且运出海关。真的是这样。而且现在大乱的不只是海运，空运也是重灾区。航班受影响很严重。根据资料，中东领空目前已经大面积关闭，导致全球超过1500个航班被取消，超过19000个航班延误。这代表人员的跨国流动也几乎停摆了。这种物理世界的封锁直接冷却了跨国商业活动与外交。资料中提到一个很具指标性的数据，在预测市场 Polymarket 上，美国前总统川普原定在3月31日前访问中国的几率，已经从原本的83.9% 雪崩式暴跌到只剩42%，暴跌了一半。对，同时原本预计随行前往中国商讨交易的美国企业执行长们，现在也陷入了极度的犹豫。CEO 们的犹豫完全可以理解。当实体航线随时可能停飞，当高阶技术的跨国合作动辄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没人敢轻易行动。企业在砸下重金投资6G 基础设施或设立跨国研发中心时，自然会变得非常保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拉扯。科技正在极力消弭边界，但政治与军事的现实却在筑起高墙。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让我们为你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好，我们在这次解析中看到了极端反差的2个世界。在高通、LG 和荣耀的愿景里，未来是一张极度聪明、无死角的 AI 网。你的手机长出了眼睛，你的汽车没有了笨重的天线，一切都在云端毫秒级同步。对，但在另一头，我们看到了脆弱的能源供应链，随时能被切断的战略海峡，以及因为空袭而大乱的全球航班。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抛出一个无法回避的大哉问：什么问题？我们所依赖的这些下一代科技基础设施，到底具备多少韧性？当科技巨头们倾尽全力打造一个无边界的虚拟6G 网络时，我们却不能忘记，支撑这个网络的伺服器需要电力。电力依赖石油。
没错，而那些先进的 AI 晶片需要跨越海洋与领空，才能交付到你手中。所以，当虚拟的世界越是一体化时，实体的世界却越加碎片化时，我们未来的智慧生活真的能如期在2029年完美落地吗？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的时代，我们鼓励你持续保持好奇心。对，接下来这几天，除了关注那些酷炫的科技新品，不妨也留意一下原油价格的波动，看看这些科技巨头会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压力。我们下次见。